各位好啊，很高兴我们见面了啊。那我们今天为各位来介绍TNT 为 S&T M1903所开发设计的一个钢制枪机总成啊。那这个是原厂的铝制枪机哈。那我们所做的这个是不锈钢的一个枪机外壳，那它是采喷砂，然后再电镀黑铬。那质感上是非常的好那我们在它的尾段，还有气缸头，还有尾顶杆都是那个中碳钢这是磁铁你看可以细这是中碳钢所制作的一个成品那我们在气缸头的部分，我们也特别经过一个精密的计算。然后特别去加长了它的一个气缸推嘴让我们上弹的位置可以更加的正确那我们稍后先把原厂的气缸拆开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对。这是原厂的气缸。原厂是采一个铝制的一个气缸头，还有塑胶的活塞那弹簧，还有塑胶的尾顶杆那这个在材质上面呢就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异了哈。那它原厂是一个铝制的一个气筒本体那强度上面可能稍显软弱一些那在我们的设计上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在第一个，它的推嘴的长度是不一样的各位可以看见，它推嘴的长度是不同的那我们经过计算以后，它的上弹位置可以更加的正确那可以气密更好让我们要的出处可以做一个提升。那最主要的呢，是我们在它所使用的一个气量上面来讲，我们先把原厂在使用的气量上面来说我们特别去经过一个计算这是原厂说这个是原厂它的有效气量是大概从这个位置。开始到这个位置这是原厂的有效气量我们可以看见它的活塞设计的稍微比较长一点那浪费掉了一些气体那这是我们经过计算以后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个原厂的气量那大概就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移向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经过计算以后，它可以使用的气量多了有这么多。这边就是我们多出来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气量那大概接近多了1/3的气量那所以可以让我们使用更软的弹簧来打出更高的动能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的元素。不然的话，我们都浪费掉它气筒本身的一个有效容积，那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好，那现在我们来为各位来做一个简单的换装那程序也是非常简单我们首先要准备一支10字起子，还有内6角扳手还有一支很小支的冲子，就可以把它简单的换装了那我们可以看见它原厂设计这个尾段是它的保险的一个设计那我们首先呢，先把保险后方这颗10字螺丝把它放松我们先把这个上弹用的这个上弹指示先把它拆除，我们先把螺丝拆掉，把它拆除，然后再把这个盖子拿起来。这个盖子再拿起来。
这边它的保险的一个，把它拿起来。那这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一面是平的，这一面是一个斜面啊，这个我们方向要记住。好，那再来，我们再由这个闭锁的这个部分，它有一支很小的插销固定住，我们从下方往上把插销推出去，好，那插销就出来了。这个闭锁这个装置拿起来，啊，那注意它底部里面有一条小弹簧。小心把它夹起来，这是它的弹簧。好，那在尾段固定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3mm的镊子角螺丝，我们用3mm的镊子角就可以把它拆开。这个它的。这样，还有它的拉柄，啊，这样基本上就已经拆开了。啊，那这边有一颗固定的一个珠子，我们小心不要让它掉。好，那这个就是它原厂的一个气筒。啊，那我们现在经过简单的程序就把它拆解下来了。好，那我们先把它放到旁边。好，那一样的，我们所设计的东西，它是跟原厂都是直上，不用修的。好，那我们先把拉柄装上去，再把这个尾段放上来。那各位可以注意看到，它有一个直角，啊，那侧边有一个凹槽，那这一边就是下方啊，那凹槽就是在你的左边。很好，我们先把它，然后把这一颗3mm的螺丝把它锁上，把它转紧。好，那这个时候呢，请各位先把保险关上，啊，我们才有办法去放它的这个保险。啊，那按照刚刚的部位程序把它放上去，再把这个扣子放上去，再把这个上档指示放上来，盖子放上来，再把这只10字螺丝锁回去。那闭锁的部分呢，我们先把弹簧放进去，它里面会有一个凹槽，然后再把这个闭锁的装置一样，压进去以后呢，再把这个插销由上方往下把它置入，好，这样就已经完成了，程序也是非常的简单。好，那我们再植入我们所新制作的一个钢丝主铁，尾钉杆主铁，还有专用的弹簧，把它植入活塞。好，那在活塞的这个面，我们稍微抹一层薄薄的细油就可以了，也不用很多，稍微抹一下薄薄细油就可以了。那我们在气缸口的部分呢，我们这边已经有设计一个气密欧环，啊，所以它在这个部分呢是不用去缠任何的止血胶带，而且在活塞的撞击点，我们这边使用一个减震的一个象比的一个电秤，啊，让活塞头在撞击的时候，它可以把震动降到最低。那这个一样都是很简单，就可以把它装上去的。再使用尖嘴钳，
这样就已经组装完成了啊。那我们设计这个套件呢，就是要去很有效的去提升一个二战枪款它所长年以来所欠缺的一个不足的地方啊。那我们这个套件因为都是钢制品或是铝合金的一个制品，所以它在为各位提升动能或者是延长使用的寿命都会有相当的帮助啊。那以上透过镜头为各位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与推荐啊，谢谢各位。